大家好，我是何先生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以上都是我个人观点，不能作为投资建议。今天继续来和大家聊聊股票，先说说美股大盘，然后中概股，然后再分析一些个股。其中我会重点说说火箭实验室这家公司。好了，我们进入正题吧。首先就是美股大盘，虽然 SPY 有着连续几天的回落，但是趋势线依然是朝上走的。再来看看这个 QQQ， 说实话也一样，这个趋势线依然是朝上走的。短期虽然这个大盘有继续回落的风险，但是我们看到目前有许多个股都非常活跃，所以建议大家目前轻大盘重个股。好了，我们来说一下中概股。首先就是这个阿里巴巴。阿里巴巴有继续反弹的趋势，但是目前在盘整阶段，短期依然要注意这个180块的压力位。然后再来看一下百度。好，百度也一样，目前短期在整理阶段，依然要注意这个170块的压力位。然后就是这个拼多多，拼多多这个今天也是在整理状态，今天稍微有些可惜是这个高开低走，短期压力位依然在这个110块附近。好了，然后再来说一些个股。首先就是维京银河，维京银河目前来说似乎好像在25块附近企稳了，目前就看 FAA 是否开绿灯让其试飞了。然后就是 Rocket Lab RKLB。Rocket Lab 这2天继续暴涨，直到今天才有个回调，但是从盘面上来说的话，买盘依然是踊跃的。我们可以看到，在18块这儿有许多买盘，而且这个卖出的筹码也不多，所以说我继续看好该股。至于以后能涨到多少，我认为中短期可以涨到100到150亿左右的市值，也就相对应的价格在30到40左右。昨天也有机构给出了30块的评级，我相信以后有更多的机会加入给出买卖评级。如果把时间拉得更长的话，以后的市值涨到500-600亿美元也是有可能的，也就相对应的是100到150块美元。所以我们现在还是在很早的阶段。接下来就是 Charging Point。Charging Point目前又跌到了20块附近，但是我们也知道之前20块这儿是一个很强的支撑，只不过这只股票最近非常的弱，可能是内部解禁的在卖股票的原因吧。短期我不排除它跌破20块，但是从长期来看，这个股票还是很值得投资的。在最新的财报中已经上调了2021年和2022年的全年财报预告。然后我们再来说一下特斯拉。
特斯拉虽然今天跌的很多，但是我们看到它依然是在短期的上升趋势线上，而且今天正好跌到了这个8天均线这儿，所以说短期来说这个还是一个很不错的介入点，我是这么认为的。然后再来说说苹果。苹果今天也是跌了很多，但是我们看到它正好也是跌在这个趋势线附近，所以说我认为它下周可能会有个反弹的。好，最后再来说说 Sava。Sava 短期来说，它似乎有个企稳的动作，我们看看它接下来的反弹吧，希望可以涨到60块。好了，以上都是我个人观点，股市有风险，入市需谨慎。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，请点赞、订阅加转发，谢谢大家，祝大家有个愉快的周末，拜拜。